看我女朋友给我买的口红。自拍吧。好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涂个口红。嘿，哥们儿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看口红。哇，这个颜色真好看，我要种草了。我女朋友已经给我买过了。泰国游玩攻略，九九看这个干嘛？难道是想跟我去泰国玩？连出游清单都列好了，这丫头真是想偷偷给我个惊喜啊！哎，她忘了重要的东西。哎，亲爱的，你出国东西准备好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当然瞒不了我了。不过你出国不上网嘛？哦，对，没有 WiFi 怎么办？哼。然后我订了漫游超人，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用。看视频会卡吗？当然不会啊，信号很好，打游戏、刷抖音都没问题。那太好了，我可以在曼谷追剧了。对啊，我在那打游戏也不会卡啦。那咱们什么？收券。喂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差一点忘了带漫游超人 WiFi 设备。周一早上你可别迟到了啊！拜拜。幸好有你提醒我，不然我跟闺蜜去泰国就断网了。原来我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过客，是我太自作多情，告辞。三姐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他偶尔会问这样的问题，我到底是因为哪些瞬间喜欢他的呢？哎，我要看这个。这很恐怖的。哎呀，我要看嘛。明明是个胆小鬼，还非要看恐怖片。吵着要看恐怖片，却吓哭躲进被子里的时候，还有每次说都要减肥，却吃很多的时候。最后一个，吃完我就不吃了。我们去吃麻辣烫吧。好啊，走啊。我生病时着急又生气的时候，跟你说了这几天冷，让你多穿点，就是不听，还笑，快点吃。吃。想什么呢？说呀。还不是因为你漂亮。反正不管因为什么，说她漂亮，她最开心了。爱她，哪有什么理由啊？这些都没问题。谁？别那么懒了。这不担心你吗？开2个小时的车会累死。说了这么多，还不如陪在他的身边。我是三井，这是我相处2年的女朋友九九，现在是我们1周1次的增进感情时间，每次我都万般忍让，今天我要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出去。别说了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跟他吵架的时候，把以前我对他好的事情搬出来是最不明智的。那跟他讲大道理，别忘了，在女生心里，特别是在吵架的时候，跟他讲道理就是不爱他，他此刻的想法就是真理。那好，我只能来硬的了。受不了就分手。不行不行，到时候他肯定就炸了，他会给我2巴掌啊！但男人不能动手打女生啊。对，我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，护盾 98K 3级甲止血带。九九，你这次输定了。错了吗？错了。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你这女人，看在这么主动的份上，今天小爷就饶你一命，以后给我注意点。哎，人呢？看你一身汗，洗个澡去吧。好吧，吵架就是一场战争，男人就算拥有再多的装备，输了反而是拥有了全部。先上车吧。
里有长头发？那是我朋友阿茂的，不信可以去做 DNA 鉴定。漂亮。再提问，怎么有一张用餐数为2的发票？昨天晚上陪个男客户去吃饭，发票留着报销。通话记录第4个就是他，不信你可以去问。完美。必杀技，请问烟灰缸里怎么有一张擦口红的卫生纸？上周偷吃巧克力在我车里插嘴的，是不是你啊？哎呀，老公，你看天都黑了，我们吃什么去啊？呵呵哒。不行，这么简单这游戏，真的是。哎，真是的，睡这么熟也不怕着凉，但是好不想动啊，怎么能不过去就给他盖上被子呢？我跟基友的距离目测为4米，被子大概2000克。如果以45度角抛出，考虑到被子的展开面积和空气的阻力，根据物体自由落体运动和平方运动的相关公式，套用牛顿第2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做力的合成与分解，我需要10牛的力就能完美的把被子盖在99身上啊！我真是个天才。第一招瞒天过海，回家过年应该有身像样的行头来唬住你的亲朋好友。第2招抛砖引玉，与朋友之间的聊天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味，所以迅速说出一些时下流行语。王炸，好嗨哦！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一叫五力叫，确认过眼神。盘他，深情的人都被叫做舔狗。第3招将计就计，哥几个在哪发财呢？我没啥能力，开了家服装店，8家连锁，挣不了几个钱。白小赵，你去银行取200万，给员工发个年终奖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刚说到哪儿了？这时候你只能将计就计，牛往死里吹，酒往死里点。上周啊，我跟德华同台演出，那小子可装了。哎 ，waiter， 再给我开瓶红酒。其实回家过年完全不用什么心理负担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吃到爸妈做的菜，而且爸妈又可以听到那句等了很久的话。这都已经好几天了，都是这个时间出门，从来不告诉我去哪儿了。一到家就把外套一丢去洗澡，难道有外遇了？有可能最近跟他讲话眼神闪躲，照镜子的频率倍增。不行，我要给他打电话问清楚。等等，这几天他都是穿运动鞋出门，鞋面有灰尘，鞋底有泥垢，应该有大量的活动，每天摄入大量的水。每次叫他吃饭，他总是你先吃吧，我不饿。哦，我懂了。你最近又胖了，你会不会嫌弃我呀？这傻姑娘自己偷偷去减肥了吧？根据99现在的身高，体重45公斤就是理想。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算，600克的蔬菜等于80卡路里，300克的西瓜同样也是80卡路里。每天要跑步17到20分钟，那么没什么意外，1分钟之后他就会推门进来了。是我刚喝的茶，吃完赶紧睡觉，明天一起跑步。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完了，今天女朋友生日，光顾着打游戏了，电话也不接，不行，回家这么晚，得找个理由吧。说路上堵车太俗，同事聚餐，跟你同事过去吧。加班，这个理由很烂，但是太完美了。现在我要做的是不在网吧的证明，键盘和鼠标垫的污渍经常会残留在指甲上，所以必须保持手部的清洁。耳机会对头发造成明显的压痕，想办法让发型恢复原来的样子。跟同事说好打个圆场以备不时之需，那么今晚我应该是这样度过的：下午6点下班，公司的小魔说家里有事 ，PPT 需要我帮忙加工一下，手机没电了，直到9点55公司关门，我才发觉已经到了这个点。到了车里，手机充上电，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，然后你没有接。10点20到家，发现你在生气，但是我一直在想你，完美。老公，你买的口红我收到了。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支口红解决不了的，如果不行，那就2支。11同学聚会，你们见过这种人吗？听说你们公司福利不错，不就去个欧洲嘛？上个月老娘在巴黎排那么长的队，买个限量版的包包，结果还被偷了。哎，真再也不想去了。我爸妈真的特别烦人，老给我零花钱，我真的不想要。你实在不想要，可以给我呀，我可以帮你花呀。你看看我的小学同学陈远飞，自己靠着自己在北京买了5套房。虽然我在北京有8套房，但那都是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给的呀。我不想要啊，我得自己奋斗。我这男朋友啊，可蠢了，他又怎么了？11国庆节又不是情人节，这个你非要给我买什么礼物啊？又送了我一个爱马仕的包包，他怎么不送我一套房啊？要不把你的爱马仕送给我吧？那不行，毕竟是我男朋友送的呀。同学聚会啊，明明就是叙旧用的，
但是，一些靠着爹妈发了财的80后、90后，硬生生的把这种社交场合搞成了炫富的场合。这些行为啊，直接伤害到了一些同学们的感情。他们哪里受得了这些高富美和白富帅对他们的1万点暴击呢？九九在这里强烈呼吁，好好说话，禁止装。